戒烟的惊人效果。研究发现，戒烟10年以上，死亡率接近从未吸烟者。张大哥今年刚刚40，按理说这个年纪看起来依然精神饱满，但是张大哥却完全与之相反。发白的头发，苍老的面容，让他看起来快50岁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因为需要负担的压力过重。前段时间，自己的母亲突然被检查出疾病，急需大量药费，这不得不让张大哥加班加点挣钱。唯一可以让他有所排遣的方式，就是不停的吸烟。是的，张大哥是一个老烟民，从结婚之后就有了这个习惯，每次压力过大时就会猛吸烟。而妻子也一再告诉他，为了身体健康要戒烟，但张大哥始终没有听进去。直到那天去看望母亲，病房里的其他人探讨有关香烟的信息，张大哥才得知戒烟10年以上，死亡率会接近未吸烟者。从此之后，他便开始戒烟。相信在生活中有很多像张大哥一样的人，他们有多年吸烟的习惯，但又想确保身体处于健康状态，戒烟就是唯一的方式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有一项研究表明，戒烟10年的人群死亡率接近不吸烟人群。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吸烟的危害。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人们所要面对的就业压力、婚育压力、心理压力越来越大，这导致很大一部分人长期陷入负面情绪的困扰。为了及时排解，给心情做按摩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吸烟。香烟中的烟草其实是来自于南美洲的一种植物，因此最初使用烟草的人是美洲的印第安人，后来传到土耳其，在经过克里米亚战争后，英国人学到了吸烟的方法，从此之后传播到世界各个地区。发展到现在，香烟出现了不同的品牌，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吸烟的人群越来越多，尤其是吸烟的女性越来越多。而这种现象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。据一组数据调查，在全世界人口中，吸烟人数超过10亿，占总人口1/4，而每年都会有将近500多烟民死于烟草。按当前这种态势，预计到2030年，因为使用烟草而死亡的人数将超过800万。具体而言，香烟中的主要化学物质烟草与其他成分的共同加持下，使得点燃香烟后会产生4000多种化学物质，并且有很多属于致癌物。吸入香烟虽然会让人在短时间内享受到多巴胺、血清素和肾上腺素带给身体的快感，但对身体内部而言，轻则会产生眩晕、头痛、恶心的症状，重则会产生白血病、慢性支气管炎、心脏病、胃部、肺部、胃部、结肠、口腔等各个身体器官的癌变风险。尤其是那些常年吸烟而且过量吸烟的人群，癌变速度更快。而对于女性而言，怀孕中的女性吸烟就会殃及到腹中胎儿的生命健康安全。育龄期间的妇女吸烟会引起月经紊乱、受孕困难、雌激素低下、过早绝经的风险。即使没有处于育龄期，新的女性也会比不吸烟的女性患宫颈癌的风险高出1半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因为有尼古丁的存在，人体会因为神经受到刺激而产生振奋的感觉，让人有再吸一支的冲动。久而久之，吸食的香烟数量会越来越多。因此，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，必须尽早开始戒烟行动。而关于戒烟，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可以表明戒烟有益于身体健康。甚至有一份研究报告说，戒烟10年人群的死亡率和不吸烟者差不多。戒烟带给的效果。这是一篇曾刊登在著名医学杂志 Name Evidence 上的研究报告。该项研究人员将参与实验的人群分成男女2个性别，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为不吸烟、戒烟年数少于3年与大于10年6组人群。经过大量观察检测与最终汇总，最终发现以下现象。总体而言，戒烟对降低死亡率有帮助，并且戒烟时间越长越能降低死亡率。在戒烟少于3年的男女2组人群中，与不吸烟的男女2组人相比，男性和女性的死亡风险分别降低而 90% 和 95%。在戒烟大于10年的男女2组人群中，不论男性和女性，其死亡风险非常接近从未吸烟者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意外地发现，对于心脑血管的任何疾病，戒烟都能起到极为明显的降低死亡风险的作用。此外，一项来自韩国首尔的研究调查也可以证明，戒烟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。
这是由韩国国家癌症控制所以及仁和大学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，所参与的人群是30岁以上的297万多名韩国人。经过10几年的持续跟踪，最终得到以下结论：所有参与的韩国人群在这10几年的随访过程中，有19.7万人群患上癌症。除此之外，不吸烟人群比持续吸烟人群的患癌风险降低17%，其中患肺癌的概率会降低42%，患肝癌的概率降低27%，患胃癌的概率降低14%，患肠癌的概率降低20%。这项研究还发现，如果坚持戒烟10年，癌症风险虽然较高，但是有明显降低，尤其是戒烟15年以上，患癌症的风险会降低一半。其中对肺癌的降低作用最为明显，比如50岁之前成功戒烟，比50岁戒烟人群的患肺癌风险降低57%。英国媒体也有一项研究可以表明，戒烟可以让肺部更加健康。这是一项来自于英国广播公司在1月份的报道。报道直接指出，戒烟可以让强化肺部的修复功能。即使有一部分烟民每天抽1盒并连续抽40年，只要戒烟也会让肺部产生这一功能。而不论是上述的哪项研究，最终都指向戒烟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。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戒烟的方式呢？3. 日常生活中如何戒烟？1. 吸烟时间不长。如果吸烟时间不太长，就可以选择一些普通的方法进行戒烟。第一步就是扔掉所有的香烟、打火机、烟灰缸、火柴等物品，之后开始真正的戒烟行动。比如提前购买一些零食、水果，多喝水，比如要少去或者不去习惯吸烟的场所或活动，比如穿没有烟味的衣服等等。而如果想要抽烟的时候，就可以将提前买好的食物准备出来，或者通过深呼吸的方式遏制自己的欲望。与此同时，喝温开水。2. 吸烟时间较长。如果吸烟时间较长，普通方法根本无法真正戒烟，此时就需要借助其他外力，例如寻找替代品，通过服用口香糖、含片等食品辅助戒烟，也可以通过针刺的方法戒烟。这主要指通过针刺的方式让吸烟者对喷出的烟雾产生恶心感，从而达到戒烟目的。除此之外，不管吸烟时间多长，想要真正戒烟，必须依靠个人意志力，消除负面情绪，加强运动进行辅助。首先是提高个人意志力，既然决定要戒烟，就要不断告知自己不能再吸烟，在思维的指导下，就会主动避开与香烟有关的一切环境或物体。而消除负面情绪主要是考虑到吸烟的原因，就像前面提到的张大哥一样，只要当生活或者工作压力过大，而想要排解时，就会有吸烟的想法。因此，想要戒烟，必须让情绪时刻处于正向，保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。比如通过改变工作环境和工作程序，加强与朋友、家人或同事的交流，进行心情调节与转化。最后一点就是加强运动。运动不仅可以在戒烟过程中有效提高身体免疫力，降低各类疾病的风险，更重要的是，运动之后身体会产生内啡肽、多巴胺的物质，和香烟一样会让人产生振奋的感觉。此外，可以通过培养新的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，比如通过做一些有益于身心的游戏，让大脑和手部时刻处于忙碌状态，减少吸烟的想法，或者选一些兴趣班报名学习，充实生活后也无法想起吸烟。当然，如果在戒烟过程中没有坚持，也不要灰心，要重整心态，仔细分析自己没有戒烟成功的原因，在此基础上重新制定计划。结语：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，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有吸烟这一习惯。虽然吸烟之后，在尼古丁的作用下，会让人得到短暂的精神放松，但从健康角度，吸烟一旦产生，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。为了健康着想，为了延年益寿，戒烟是每一个烟民要克服的困难。而以上所提到的4种研究，也都可以证明戒烟可以让各种癌症风险和死亡率大大下降。既然是这样的结果，戒烟更是刻不容缓。本文的最后也提到了一些戒烟的办法，相信通过这些办法，最终一定能实现戒烟。你身边有戒烟成功的人群吗？他们是通过怎样的方法实现的呢？